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有些故事像一盏温暖的灯，静静照亮我们的成长。今天让我们翻开《小妇人》，走进马奇家四姐妹的日常与梦想，用轻声慢读陪你在平凡生活里重新相信温柔与勇敢。小说讲的是一家4个姐妹的成长故事，作者是美国作家，名字很长，路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，我们接下来就叫她奥尔科特。作者说过一句话说，因为我有过很多烦恼，所以写下快乐的故事。对，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故事。这本书写作于1868年左右，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时期，就是飘乱世佳人那个时代。那主人公是马奇一家，马奇太太有着4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女儿。大女儿叫梅格，她温柔娴静，就像所有多子女家庭里的长姐一样，非常贤淑。她也承担起来了像母亲一样的责任，照顾其他的妹妹，所以有很强的责任心。那二女儿乔就和姐姐截然不同，她是一个假小子，大大咧咧，会把自己的裙子烧着。她讨厌舞会，讨厌虚假又毫无意义的交际，但她也古灵精怪，喜欢写作，渴望成为一名作家。你会说这个很现代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她就是《小妇人》的作者奥尔科特本人的一个缩影。所以其实二女儿乔在这个故事中是明显的女主角，她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。那么三女儿叫贝斯，贝斯是4个女孩子里面最安静的一个，但是她有杰出的音乐天赋，她弹钢琴无人能及，而且非常害羞。那小女儿叫艾美，她爱漂亮，讨厌贫穷，性格天真无忌，也肆无忌惮，她喜欢画画。看，这4个女孩子是非常不同的。各位书友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我想很多人第一次阅读《小妇人》时，答案是乔。乔是一种经典的文学形象，我们无数次的看到，凡是一家有3个以上的姐妹，并且没有男孩子的话，那么往往第2个女儿会演变成为一个假想中的儿子的形象，就他有点像一个小男孩。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也是这样，她们也未必是女汉子，但一定非常有个性，而且喜欢用头脑。那乔就非常典型，她精力十足，热情开朗，爱运动，爱写作。她翻墙、爬树、吹口哨，姐妹们被人欺负了，她就会像男孩子一样冲过去，为女孩子们出头。她讨厌淑女教养，讨厌那些虚伪的东西。她非常有自尊心，而且有强烈的女权意识，这几乎就是奥尔科特本人的意识体现。那么这书里面有一个男主角，他叫老李。老李是百万富翁唯一的孙子兼继承人，出身非常好，但是他很孤独，而且他的性格其实是内向的。当他遇见了乔，他一下子就被热情快乐的乔吸引了，他们共同度过了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，这叫青梅竹马。那老李几乎是无条件的爱着乔，追着她，陪着她，捧着她。但是最后，老李和乔没有结婚，老李娶了那个最小的妹妹艾美。当年看到这个结局真是气死我了。现在再看，我慢慢的开始理解奥尔科特为什么要这样写，我也慢慢的有点喜欢艾美了。那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？我们就跟随着小说往下走。故事是围绕4姐妹展开的，她们的家本来很富有，祖父留了很大一笔遗产给父亲，但是父亲轻信骗子，投资失败，一下子就变穷了，全家过了苦日子。他们有一栋自己的小楼来居住，但是没有办法购买漂亮的裙子、帽子和服饰，衣服是4个姐妹从大往小改着穿。那妹妹总是要捡那个姐姐穿剩下的。那好吃的东西，比如说腊肉、香肠、茶叶、咖啡，都算是奢侈品，过节的时候才能享用。这个全家的经济来源现在主要依靠正在前方打仗的父亲的军饷。那为了贴补家用，大姐梅格已经早早的开始做兼职，给有钱人家的小孩做家庭教师，或者做一些缝纫的工作。那老二乔就努力的写小说，他要赚稿费。但是4个姐妹的父母都非常高尚，他们不认为贫穷是可耻的。母亲教导孩子们要爱自己的父亲和身边的穷人。那父亲呢？他爱妻子，爱女儿，希望4个姐妹正直高贵。那书里有一句话，在日落之前平息怒气，彼此原谅，互相帮助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这句话代表了4个姐妹的友谊。所以整本书如果读完，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在写爱情，它的关键词是女孩子的成长和友情。小说的第1章是从圣诞节开始的，那是一句抱怨，什么礼物都没有，
还算圣诞节吗？乔躺在地毯上发牢骚。贫穷真可怕。梅格叹了口气，低头打量自己的旧裙子。小艾美委屈地吸了吸鼻子，补充道：有的女孩拥有那么多漂亮东西，有的却一无所有，真不公平。贝斯在角落里心满意足地说：我们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彼此呀。你从开场这4句话，你就能看出每个人的性格都那么不同。贝斯说完这句令人愉快的话，那么4张在炉火映照下的小脸都亮了起来，但随即又暗淡下去，因为乔忧伤地说：我们没有爸爸，很久都不会有了。爸爸去哪儿了呢？他在远方的战场上。4姐妹虽然有小小的抱怨，但她们很快就不再怨天尤人。你想，一群姑娘在一起，都是正在长成的年纪，她们总有很多热闹的事做。她们商量要省出一些钱给妈妈买圣诞礼物，因为妈妈的鞋子太旧了。妈妈喜欢香水，那就给她买瓶香水。大家一直在讨论，所以这个场景虽然有淡淡的哀愁和挥之不去的贫穷，但是4个女孩子显示出了懂事和乐观的那一面。这种性格是哪里来的？那就是言传身教。马奇夫妇是非常好的家长，尤其是母亲马奇太太。一个母亲真的是决定家庭质量的最重要的人。她在生活中会用点点滴滴的小事情去引导自己的孩子，学会一些很重要的品质，成为一个善良、宽容和正直的人。比如说接下来，考验立即来了。这个圣诞节的清晨，姐妹们早早地醒过来，发现各自都收到了一本小书，还有妈妈写的贺卡。各自分享完收到礼物的喜悦之后，她们发现妈妈不见了，那她去哪儿了？马奇家的女仆叫汉娜，就说：妈妈一大早就出去了，有个可怜的家伙来乞讨，你们的妈妈直接就问对方需要什么，真没见过你们妈妈这样的人，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什么都送给别人。左等右等，妈妈终于回来了。她姗姗来迟，就对高兴的孩子们说：圣诞快乐，小姑娘们。不过坐下来之前，我想先说几句话。妈妈说了什么话呢？其实是她做了一个决定。妈妈说，离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穷苦的女人刚刚生下小宝宝，因为没有柴火，6个孩子得挤在一张床上，才不至于被冻僵。那儿也没有吃的。那家最大的男孩过来对我说，他们又冷又饿。姑娘们，你们愿意把自己的早餐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他们吗？要知道这个时候，4姐妹中最大的也就15岁，最小的呢，也才6、7岁。她们为了圣诞节的早餐等了将近1个多小时，都饿坏了。可是现在妈妈却说这个早餐不可以吃了，要拿去送给更穷的人。一时间谁都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乔脱口而出：真高兴，我们还没开始吃你就回来了。其实我很能理解那片刻的沉默，所以更为4姐妹接下来的行为触动。她们一家人就真的把自己的早饭装起来，打包，带上木材，去了那个贫穷的女人家，为那个不认识的穷人们升起柴火，堵住破碎的窗户，然后摆好吃食。最后这几个饥肠辘辘的小女孩让出了自己的早餐，她们宁愿在圣诞节的早晨只吃面包和牛奶，但她们4个却成了整个城市里面最开心的人。这就是妈妈的教养。总有一些事是比你眼下小小的快乐更重要的，你可以做一个更高贵的人。那愉快的圣诞节这一天过去，姑娘们就在家里面演戏，她们自己制作道具和戏服，比如用硬纸板做吉他，把老式的黄油碟附上银色的锡箔纸，做成古色古香的油灯，用泡菜场闪闪发光的锡片和旧棉布做出华美的长袍，这是她们最喜欢的活动。那到了晚饭的时间，大家就在想这一天可能也没有什么更值得期待的。可是一看桌上的东西都惊讶极了。自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，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今天这样的美味。桌上有冰激凌，而且还是2盘，一盘粉色的，一盘白色的，还有蛋糕、水果和惹人垂涎的法式夹心软糖。那桌子中央放了4大束温室培育的花。4个姐妹竟连呼吸都忘了。毕竟这天可是圣诞节，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，我们需要仪式感。然后艾美就问说，这是仙子变出来的吗？贝斯说，是圣诞老人吧。马奇太太回答，都不是，是老劳伦斯先生送来的。那劳伦斯先生是谁呢？就是那个男孩老李的爷爷。他怎么会想到这个？我们都不认识他。梅格惊呼道。然后妈妈说，汉娜把你们早上做的事告诉了他的一个仆人，
劳伦斯先生虽然是个古怪的老绅士，但那件事让他很高兴。很多年前他就认识我父亲。今天下午他给我送来一张很客气的短笺，说希望我能允许他向你们略表心意。乔好开心地说，肯定是那个男孩让他这么做的，我就知道是他。那可是个好小伙，真希望我们能认识认识。善心立即有了回报，这真是最好的圣诞礼物了。在这个圣诞节，女孩子们第一次和邻居家的男孩有了接触，因为他们的善意被看见、被欣赏、被赞美。那接下来，这个邻居家的男孩老李即将成为马奇家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是劳伦斯先生的小孙子。劳伦斯先生非常富有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但儿子不顾父亲反对，娶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意大利艺术家。但是后来儿子和儿媳都不幸早早的去世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小孙子，就接回来跟爷爷住在了一起。这么大的一个家里，只有老李、劳伦斯先生和一个男家庭教师，3个男人待在一起。老李根本没有同龄的玩伴，他也得不到更多细腻的温暖，那日子可想而知有多么枯燥和孤单。好心的乔就坚定地说，总有一天我得跟他交个朋友，他需要找点乐子，我觉得他肯定需要。这个女孩子非常自信。就这样，女孩子们善意地把邻居家的男孩接纳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，他们会和老李一起表演戏剧，一起滑冰，一起吃饭。老李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快乐了，彼此成为了亲密的朋友。老李的长相清秀，而且性格很温柔。他家境好，就是那种在富贵家庭里面长出来的，没有攻击性的男孩子，彬彬有礼，在社交场合很受欢迎。那不可避免的，女孩们接触到这样一个同龄的玩伴，渐渐的就会产生一点别样的感情。可是老李他的眼睛里只有乔，他和乔差不多一样大。那大孩子总是喜欢跟同龄人一起玩，不太愿意跟小孩子玩，所以老李和乔还有梅格就比较能玩到一起。那有一次，这3个人就约好我们要去剧院看剧，结果最小的妹妹艾美就不高兴了，她又哭又闹，非要跟着一起去。她说，我就想跟你和老李去，求求你了，带我去吧。艾美就哀求道，样子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。这一下乔就生气了，他觉得艾美真的是无理取闹。他告诉小妹妹说，老李只邀请了我和梅格，所以拽上你太不礼貌了。在想好好看场戏的时候，乔才不想费神照顾一个只会添乱的小孩。可是乔的语气和态度真的激怒了艾美。艾美一边穿靴子，一边用最冲的口气说，我就要去，梅格说了我能去，而且如果我自己买票，老李也管不着。那乔就说，你不能跟我们坐在一起，因为我们的位置早就预定好了，可你又不能自己一个人坐，所以老李肯定会把他的位置让给你，那不是扫了大家的兴。或许他能替你再找个位置，可那也不合适，毕竟你没有受到邀请，哪儿也别去，就乖乖在家待着。乔在数落自己的小妹妹，只穿了一只靴子的艾美就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梅格有点不忍心，就试着跟他讲道理，可是老李在楼下开始叫他们了，所以2个女孩匆匆地下了楼，就任由小妹妹在那儿哭天抢地。那3个人正准备出发，就看见艾美冲出来趴在栏杆上，大声地威胁道，你会后悔的，乔。马奇，你等着瞧吧。乔根本没把小妹妹的威胁放在心上，他在剧院度过了愉快的晚上。可是等到第2天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少了一样东西，那是他抽屉里的书稿，他写的所有的书稿都不见了。乔就突然闯到客厅里面，情绪激动，气喘吁吁地质问说，谁拿了我写的书？梅格和贝斯都一脸的惊讶，可是艾美却拨弄着炉火，一言不发。乔仔细看了一眼，见到艾美的脸红了，立即认定就是她。艾美，是你拿的？不，我没拿。那你知道她在哪儿？不，我不知道。你肯定知道点什么，最好马上说出来，不然我可要发火了。乔就摇晃了他一下，随你怎么骂，你永远也别想再见到那本又旧又蠢的书。艾美大喊道，她激动起来，因为我把它烧了。什么？我那么喜欢的小说，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就想在爸爸回家前写完的那本，你真的把它烧了？乔大吼起来，脸色变得十分苍白，眼睛都快冒出火了。是我干的，我已经说过要让你后悔，谁叫你昨天那么凶，所以我就……艾美没能再说下去，
因为乔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。你是个混蛋，大混蛋，我再也写不出来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乔已经完全失控了，直接给了艾美一耳光，便冲出房间，跑上阁楼，倒在旧沙发上。这个场景，如果你经历过跟同学在一起，跟小时候的玩伴在一起，跟家里头的兄弟姐妹在一起，一定觉得天哪，我们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长大了。也许事后回忆起来会觉得很美好，可是在当时，我真的那么气。这情景里面最生气的人是谁？虽然艾美挨了一耳光，但是大家都会觉得最可怜的那个人是乔，对吧？乔的爱好就是写作，他喜欢写，也写得很好。他的书一直是他心中的骄傲。现在艾美烧掉的是5-6篇短短的童话，但是对乔来说，那是一场永远无法弥补的大灾难。是的，你最珍惜的东西就这样被别人轻易地毁掉了，哪怕那只是几张糖纸，可它是你心爱之物。但凡经历过就是心爱之物被毁掉的人，可能都懂得乔的感受。所以在这种崩溃的时刻，乔的愤怒是非常剧烈的。他觉得那是一场战斗，而且那是灭顶之灾，他不肯原谅艾美。那接下来，马奇家里的气氛就非常尴尬了。4个姐妹本来一直是那么有爱和欢乐，可是现在气氛降到了冰点。艾美低三下四的去求和，却碰了一鼻子的灰，顿时觉得更加受伤。会吧？我们道歉的时候，别人不接受不原谅，你会觉得还要怎样？所以艾美就反而再也不想改了，她就傲慢起来，而且她故意更气人，她就想看乔彻底崩溃。那乔一脸阴沉，他觉得每个人都那么讨厌，他不想在家里待着了。所以乔说，我去找老李滑冰去，老李友善又快活，一定能让我开心起来。这样乔就穿着溜冰鞋朝外走。艾美听见了溜冰鞋碰撞的声音，朝外一看，看见了老李，她立即急得直嚷嚷，就跟着他们跑了出去。因为艾美一直是那么的喜欢老李，她就想跟老李在一起玩，不管干什么，只要老李在，她就开心。可是乔压根不想理艾美，也不想带她玩，他也不让老李带她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事故，一块冰突然裂开，艾美双手朝天掉了下去，水花四溅。那个尖叫声吓得乔的心脏都差点停止跳动了。他想喊老李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只能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满脸惊恐，就看着黑色的水面上有一顶蓝色的小兜帽，那是艾美的。艾美掉进去了。幸好老李冲了过来，他足够的冷静，马上趴在冰面上，用胳膊和冰球棒架住艾美。接下来，乔也冲过来，两个人合力把艾美拽了上来。艾美没有受伤，可是她吓坏了，哆哆嗦嗦，哭哭啼啼，浑身湿淋淋地回到了家。一阵手忙脚乱之后，艾美终于裹着毯子，在温暖的炉火前睡着了。乔轻声地问大家说，你确定她真的没事了吗？妈妈回答说，完全没事了，亲爱的，她没受伤，我看甚至不会感冒。妈妈，如果她死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乔跌坐在床边，悔恨的泪水滚滚而下。这件事彻底地改变了乔的态度，因为自己的坏脾气和报复心，他差点失去了自己的妹妹。一本小书和妹妹的生命比起来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都怪我的坏脾气，我一直在努力改正，还以为已经改好了，没想到又发作起来，还比以往都糟糕。妈妈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可怜的乔绝望地哭喊着。这叫什么？内疚。内疚是所有负面情绪中杀伤力最大的。这也意味着乔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。她在反省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降临。她认为是自己的错。那马奇太太这个时候就安慰自己的女儿说，亲爱的，永远别放弃努力，没有改不掉的毛病。这句话多么温柔，多么有力量。可是乔还是很难过。他说，你不知道他有多糟糕。发起火的时候，我仿佛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变得那么野蛮，简直能伤害任何人，还乐在其中。真害怕有一天我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，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，还让每个人都恨我。妈妈帮帮我，求你帮帮我。我会的，孩子，我会的。别哭得这么伤心了，但你一定要记住今天，痛下决心，绝不让这种事发生第二次。乔，亲爱的，我们都会受到诱惑，
有些诱惑可能比你经历的这次更大，我们往往也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抵制这些诱惑。你觉得全天下就属你脾气最坏，但我以前也是这样的。真的吗？妈妈，你从来不生气的。乔非常惊讶。所以你看，马奇太太是多么循循善诱，她非常有同理心，她理解孩子。妈妈就说，我已经为此努力了40年，现在只不过刚刚能成功地控制住他。瞧，我几乎每天都生气，只不过学会了不表现出来。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学会不生气，不过估计那还得再花40年。妈妈的安慰和信任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，就是让乔松弛下来。这就是情感中特别重要的力量，也是最好的教育。感同身受，言传身教。这是马奇太太的做法，她的确是个智慧的妈妈。那接下来，姐妹们遇到了一个好不容易盼来的假期，大家纷纷提议说，我要睡懒觉，什么也不做，我要休息，痛痛快快地玩个够。马奇太太没有拒绝孩子们，而是说，你们可以先试验1个星期，看看感觉如何。我想到周六晚上，你们就会发现，光玩不干活，跟只干活不玩一样糟糕。对，妈妈没有断然反对他们，所以孩子们就真的准备一直休息。头几天一切都非常快乐，姐妹们吃了睡，睡了玩。但几天过去后，事情渐渐不对劲了。躺平、佛系以及犯懒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没有人打扫，没有人收拾房间，最可悲的是家里的金丝雀死了，因为没有人给这个小鸟喂水和食物。伤心的一家人决定给金丝雀举办一个小小的葬礼。那这次举办葬礼的时候，母亲不在，仆人也不在，大家手忙脚乱。可是等到马奇太太回到家的时候，发现3个大女儿下午了还在努力干活，等待着露水的黄昏降临。女孩们才一个接一个地聚到门廊上，每个人坐下来的时候，不是呻吟就是叹气。乔照样第一个开口，这是可怕的一天。妈妈说，姑娘们，满意这次实验吗？还想再来1周吗？乔摇着头说，不，游手好闲可真没意思，我已经厌倦了，就想马上找点活干。梅格就嚷道，妈妈，你是故意跑出去，什么都不管，就想看看我们怎么应付吗？对，他已经怀疑了1整天了。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，只有人人恪尽职守，大家才能过上舒坦日子。你们难道不觉得互相帮助，承担起日常职责，会让休闲时光变得更甜蜜吗？是，妈妈。对，是呀。女孩们齐声喊道。马奇太太就是这样让4个姐妹学会了什么是工作的意义。人为什么要工作？人为什么要负责？她接着说，我建议你们再次挑起自己的小担子，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似乎很沉重，对我们却有好处。只要学会怎么挑，担子就会变得越来越轻。工作有益健康，人人都有许多工作，工作让我们不无聊，不捣蛋，它有益身心，比起金钱或时尚，更能给我们一种力量和独立感。听到这儿，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如果你是一个妈妈，你是一个父亲，一定会被家里的小孩子问说，你怎么又要去上班？你能不能不上班，一直陪我？我觉得马奇太太的这个回答其实特别适合跟孩子讲，不要跟小孩子开玩笑说，我就不回来了，或者我要出去玩玩了，或者如果不上班，谁给你买玩具呢？不要把小孩子当成一个可以随便糊弄的幼稚鬼，或者当成一个玩具，而要真正平等和真诚地告诉他，工作意味着什么，意味将来他会慢慢长大，他也会成为一个愿意工作和能够独立的人。乔就是这样，他在妈妈的感召下，就会下定决心说，我们要像蜜蜂一样勤劳，热爱工作，等着瞧吧。姐妹们达成了共识。好极了，我对这次实验非常满意，看来不必再试一次了。不过我们也别走到一个极端，像奴隶似的只会工作，按时作息，该工作时工作，该玩耍时玩耍，让每一天都过得快乐充实吧。善于运用时间来证明你们懂得了它的宝贵，这样你们也能快活地度过青春时代，在年老时不留遗憾，哪怕贫穷，此生也能幸福圆满。建议每个家庭和公司团建的时候，都可以一起来朗读这个片段，它一定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。就是这样，马奇家的4姐妹一天一天的长大，她们的性格是那么不一样，追求也不一样，渴望也不一样，所以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每个人都有长处，可每个人也都那么不一样。看看马奇家的4个孩子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。
也可以在其中找找自己的影子。漂亮的大姐梅格是4姐妹中过富贵生活的，所以她始终无法习惯现在的清贫日子，时不时会一边修改衣服，一边抱怨说从前的有钱生活那是多么令人怀念，所以她显得有点闷闷不乐。那马奇家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姑婆，马奇姑婆看到他们家现在的窘境，就把问题归结为一个没有用的丈夫。她就告诫马奇家的女孩们，说你们要嫁给有钱人，不能再过贫穷的生活了。而且马奇姑婆也不赞同这4姐妹的父亲去上战场，她说打仗需要专业的军人，而不是半路出家的热心人。你先照顾好自己的家庭，那也是为国尽力。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犀利的姑婆讲的话是有几分道理的。但是姐妹们在妈妈的教导下，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父亲。虽然姑婆认为4个姐妹应该通过婚姻来改变家庭的命运，真正帮助到身边的人，可是在那个年代，女人是无法工作的，所以独立很难，甚至女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。所以马奇姑婆的这个想法说婚姻改变家庭命运是非常合理的。那这一天终于来了，4个姐妹渐渐的长大，那么大姐梅格首先就面临选择，她究竟是要嫁给爱情，还是要嫁给钱包？其实梅格是长得非常好看的，她也希望能够过那种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，可是她让马奇姑婆失望了，她决然地选择了爱情。那是谁呢？那个男人是老李的家庭教师，是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，他叫约翰。约翰早早的就跟随老李见过了马奇家的4姐妹，他偷偷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梅格。有一次梅格丢了一只手套，约翰一直把这个手套带在身边，最后被老李发现，才被揭穿说原来约翰在暗恋梅格。可是这件事让乔非常的气愤，他就说真希望我能娶了梅格，好让她平平安安的待在家里。这真的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。这个古怪的想法就逗乐了马奇太太，所以母女间有一段对话，这段对话很重要，真希望所有的女孩子都能听过自己的妈妈或者是姐妹这样说过。马奇太太叹了口气说，瞧，日后你们都会有自己的家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然而我真希望能尽可能长地将女儿们留在身边。真遗憾这事来得这么快，你爸爸和我一致同意梅格不能在20岁前订婚，更不能结婚。如果他和约翰真心相爱，那他们可以等待，让时间考验这份爱情。等待是感情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，那直奔结果的婚姻其实往往会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。那这个时候乔就问他，你不是希望梅格嫁给有钱人吗？妈妈说，乔，钱是有用的好东西，我不希望女儿们穷困潦倒，也不希望他们受到太多金钱方面的诱惑。我只愿约翰有份稳定的工作，收入足以远离债务，让梅格生活舒适。我不奢求女儿们嫁入豪门，地位尊崇，声名显赫。如果地位和金钱是随着爱情和美德而来，那我将非常感激地接受，并为你们的好运而高兴。但经验告诉我，普通小户人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它是小妇人中一个提醒。妈妈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她说，虽然每天都要自己蒸面包，但清贫困苦却能让为数不多的乐趣显得更甜蜜。就算梅格起步贫寒，我也很满足，因为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她将因为拥有一个好男人的心而变得富有，那可是比财富更好的东西。这是一个母亲对子女的祝福。对，不求更多，反而能让你坦然地面对生活，也不至于心理失衡。所以果然，就像妈妈预期的那样，梅格在结婚后拥有普通但真心的幸福，但是金钱所带来的困境也确实存在。婚后有一次严重的考验，约翰会把所有的账单都交给妻子打理，他很信任梅格，但是家里的钱实在是不多。那有一次就发生了一件事，真让梅格终身难忘。就梅格很想买一条新的丝绸来做裙子，眼下那个商店里头正有一批可爱的紫罗兰丝绸在打折，那朋友莎莉就纵容她，说你要买，我可以借钱给你。那这份好意其实刺激了梅格的自尊心，这一下子让她失去了自制力。就这样，她买了那批丝绸，付了钱$50，这对收入并不高的小家庭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支出。那天晚上，当约翰拿出账本的时候，梅格心头一沉。结婚后，她第一次害怕起自己的丈夫来，她最后只好坦白说自己买了一些超出预算的东西。她很犹豫地讲，比靴子还糟，是条丝绸长裙。
一时间屋里非常寂静，然后约翰才慢慢地开了口。梅格听出丈夫内心是不快乐的，他正在努力地克制。然后梅格发现事情正在变得更糟，他接着说：“我不知道花$50买条裙子是不是太多了，而且裙子还没做，也还没配饰品。”梅格轻轻叹了口气，她现在才想起来，不仅仅是$50，她还得花钱为了这条裙子付出更多，顿时有些承受不住。我知道你生气了，约翰，但我就是忍不住。我不是有意浪费你的钱，看到萨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还要怜悯我不能买，说要借钱给我，我就忍不住了。我已经努力知足，但这次实在太难，我真是厌倦了贫困的生活。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轻，可是约翰听见了，并且深深地感受到了伤害。这个男人推开账本站起来，声音微微颤抖着说：“我担心的就是这个，梅格，我已经尽力了。”梅格跑过去，紧紧地拥抱住他，流下悔恨的泪水。约翰，亲爱的，我善良又勤劳的大男孩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太坏，太虚伪，太忘恩负义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们现在看来也会觉得，不就是一条裙子吗？梅格的这种内疚感实在太膨胀了，已经达到一个人无法承受。可是这就是非常现实、非常残忍的矛盾。如果你去看过那种一贫如洗的家庭，你会知道有一些小孩子会因为能不能买2块钱的一个泡面，就要纠结好几天的时间。所以对于一个曾经富有过的小姐，梅格想要过好一点的生活，买漂亮的衣服或者小饰品，这个愿望并不过分。可是眼下约翰的经济条件确实负担不起梅格这样花钱。既然梅格嫁给了约翰，她得知道这个家庭需要2个人共同来支撑。约翰并没有再对梅格说一句责备的话，自己心爱的妻子买不起想要的东西，对约翰来讲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。而且不仅仅是这样，那条丝绸的长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是约翰此刻并不能够拥有的生活。你如果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做家务、养育儿女，你怎么可能会穿丝绸长裙呢？那是小姐们去舞会的时候才穿的。可是对于约翰的家庭来说，这样的生活当然是非常奢侈的。从此以后，约翰就变得异常沉默，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。但是裂痕的确存在。约翰在城里待的时间更长，他晚上也用来工作。那梅格每一天都在等待，他哭着入睡。1周之后，这种悔恨几乎让梅格病倒，她觉得很孤独。那有一天夜里，她和约翰谈了很久。贫困把自己的丈夫塑造成了男子汉，让他去努力地争取更好的生活，给了他力量。而对梅格的爱，也让约翰带着温柔的耐心，去安慰和容忍梅格的想法，和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压力。但是对梅格来说，正是约翰的这种表现，让她真正的长大了。她想起自己曾经许诺，无论境遇好坏，都会爱约翰。这会儿真的遇到了困难，但是我们还是彼此相爱，所以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就像母亲说的那样，普通小户人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，因为你会对幸福如此珍惜。所以梅格跟约翰重归于好，2个人都真正的看清了对方在努力的付出，努力的想要感受到爱。这种共同望向同一个方向的婚姻，其实是非常宝贵的。那这是大姐梅婚姻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一次挑战，可是最终梅格度过了难关。那和大姐梅格相比，小妹妹艾美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极端。在这4个姐妹中，第一次阅读这本书，艾美就会成为读者投票最不喜欢的人。可能多子女家庭里面最小的那个往往会比较骄纵。艾美真的很任性，她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。比如之前她会不顾一切的一时上头，就去把乔的书烧掉。而且艾美为什么会讨人厌呢？因为第一次读这本书，大家会觉得她太有心计了，野心勃勃。而且她就是那么直接的说，我讨厌过苦日子，我讨厌你们说让我忍耐。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，又会觉得艾美这种性格其实很好，非常直率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这也很让人喜欢，对吧？可那是150年前，淑女的教育肯定不是艾美这样的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就会发现小说里发生了比较严重的2件事，会让艾美遭到大家的非议。第一，艾美抢走了姐姐乔的机会，那就是跟随姑婆去欧洲。大家会说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不就是去一趟欧洲吗？那这件事其实有一个背景的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。
就是对当年的美国女孩来说，去欧洲意味着你会有非常大的机会嫁入一个好人家。除了旅游、学习艺术文化，去各地长见识这些不说，那这个隐形的机会就是会在欧洲遇见那些富有的、有教养的好男孩。当时几乎所有的中上流的美国家庭都有一个时髦的做法，就是去欧洲旅游，所以你就会能在这个旅途中遇到很多家世很好的年轻人。这就好像是说，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才能够遇上那一类人，对吧？那么一个年轻的小姐，如果在这个旅途中结交到了旅伴，情谊相投，而且能够到欧洲去旅行的人，家庭条件都还不错，所以结婚之后至少能够过上一个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生活。那马奇家的姐妹4人其实是没有可能自己去欧洲旅行的，但她们有一个有钱的姑婆，那就是马奇姑婆。姑婆之前是很看好乔的，因为乔非常有头脑、聪明、热情，所以姑婆对乔很好。她雇佣乔到家里去为自己念书，然后还许诺说要带乔一起去欧洲。那意味着姑婆要帮乔推开一扇大门，决定乔命运的那扇门。但乔是个很有个性的姑娘，她在跟马奇姑婆相处的过程中，常常敢于反对马奇姑婆提出不同的观点，所以这让马奇姑婆非常的不愉快。她说，我花钱请你来，不是为了听你反对我的。这就像一个公司里面的员工总是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，直面来反对自己的老板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显得过于耿直。那马奇姑婆就放弃了乔，她选择了爱美，就是那首歌《可惜不是你》。那乔也没有想到，那姑婆去欧洲旅行竟然要带爱美去，而不是自己。她也非常激动，因为她很想去欧洲，不是为了去遇见好男孩，而是为了去游历，去看看那些书上写的，让她梦寐以求的，从来没有抵达过的远方。所以她很激动。她说，总是这样，享乐都是爱美，干活都是我，这不公平。马奇太太就来劝慰她说，亲爱的，这事恐怕有一半得怪你自己。前几天婶婶跟我说，她很遗憾，你的性子太急，性格太独立，而爱美更温顺，肯定能成为一个好旅伴，在这次旅途中会给予她很多帮助，也会懂得感恩。所以在原著小说中，爱美代替了乔跟随姑婆前往欧洲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。那马奇太太的这段话其实非常清醒，就这事儿也不能全怪爱美，是乔自己失去了机会，他没有全心全意的讨姑婆喜欢，这是他个性中非常独立的一点，但你也要为此承担代价。那第二件事就更严重了，爱美抢走了一直爱慕姐姐的男主角老李。抢走要打个引号，我们都知道老李是一直爱慕乔的，可是乔拒绝了老李，最后爱美竟然嫁给了老李，而且婚后过得非常好，穿金戴银，实现了自己想要画画的梦想。我第一次读到这儿，简直要跳起来，没搞错吧？他俩竟然结婚了，那乔怎么办？后来再读小妇人，我就对作者的安排越来越服气，一切选择都刚刚好。首先，富家少年老李的确喜欢的人一直是乔，但是乔呢，他对老李一直不来电，没有特殊的感情。在姐姐梅格还没有嫁人的时候，乔甚至想着要把老李介绍给梅格。其实贝斯，也就是那个最安静的、羞涩的、会弹钢琴的三女儿，她也很喜欢老李。然后乔发现了以后，又为了成全贝斯和老李，就选择离开家乡，前往纽约。那一是避免老李对他的感情变得愈发不可收拾，另一方面，他就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文学梦。所以你看，乔的心思不是不在老李身上，而是不在爱情身上。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，他觉得我要成为作家，这才是最大的目标。但很不幸，因为贝斯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最后早早的就不幸去世了，这成为了马奇一家永远的伤痛。反倒是爱美，她渐渐的长大，越来越漂亮，也克服了原来的自卑任性，加上她原本是非常聪明和善解人意的，那马奇姑婆就越来越喜欢爱美。她带爱美去欧洲旅行，在这个旅行途中，爱美又遇见了正在读大学的老李。这个时候的老李在爱美眼睛里面看起来依然是那么的风度翩翩，可是老李却因为被乔拒绝了，他变得很消沉，成天无所事事。他在失恋，所以他身上一直有阴影，他也不知道怎么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。那在老李的身边，还有一群跟他同样身家富裕的公子哥们。这帮公子哥一见到漂亮动人的爱美，就有好几个人开始追求她，对她很感兴趣，可见爱美已经非常有魅力了。
但她从少女时期就喜欢老李了。她严厉地指责了老李荒废时间。当老李发现身边有人在追逐爱美，他不如也表白一下吧，竟然被爱美坚定地拒绝了。他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爱美不愿意做乔的替身，她不是备胎。这个时刻真的是爱美的高光时刻。你会发现这个尖刻的、有心机的，而且有点进攻性的小妹妹，其实是非常有主见的。她也有自己很强烈的有光芒的时刻。那么老李被爱美拒绝了，那最后两个人怎么又好上了呢？感情的转折点发生在贝斯去世，老李就来安慰伤心的小妹妹。那这一天，爱美正坐在院子里，一只手托着脑袋，满怀乡愁。她目光凝重地想念着贝斯。她也纳闷说，老李怎么还不来？她没有听见老李穿过庭院走过来的脚步声，也没有看见老李就站在花园巷道旁的拱廊下看着她。老李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望着爱美。他看到了从未有人见过的东西，爱美温柔的一面。这个叫一见钟情的时刻，它不是在第一次发生的，而是突然之间降临了。那个视角，你看，在花园的长廊下，看着那个阳光洒在身上的爱美，那个角度是非常美好的。而他终于意识到了爱美的魅力，他不再把爱美当成乔的替身，也不再当成当年那个小小的跟屁虫，总是要跟大孩子们混在一起玩的人，而是一个成熟的、独立的女性。那爱美呢？她突然抬起头，发现老李站在那儿。那一瞬间，她扔下一切，就带着让人毫不怀疑的爱和期盼，大声喊着跑向他：“老李，老李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”这让老李得到了巨大的安慰。他知道爱美是爱他的，他也知道爱美的眼里面是有他的，这给了他非常强烈的安全感。他们两人默默地站了好一会儿，黑脑袋用一种保护的姿态垂向黄脑袋。爱美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像老李这样安慰和支持自己，而老李也认定爱美就是世上唯一能取代乔，让他幸福的人。他们都感受到了这个事实，并十分满意，乐于让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对，两个人是真心的相爱了。那有很多读者是对老李不满意的，因为大家太爱乔，就会觉得你这叫移情别恋，所以更加讨厌爱美来抢人。但事实上，如果拉开一点点距离，就不要带入到乔的角度来读一遍《小妇人》，仔细地观察这些人的性格，你就会发现，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。这样的结局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最好的选择。乔和老李确实最亲密无间，他们最有话说。但是老李想要的是平静悠闲的生活，他想要一个能一起玩耍、一起参加聚会的妻子，要温柔漂亮，能够跟他出入各种场合。可是乔呢？他的能量绝不是这样一个困在爱和客厅里的妻子。乔来这个世界上是来冒险的，他不安分，他有追求。如果他真的跟老李结了婚，也许从前的默契都会被婚后的争吵消磨殆尽。他首先就会反对老李的朋友圈，觉得这些人庸俗，然后他也会觉得不快乐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。而爱美呢？她恰恰符合老李的要求，而且她爱着老李，所以爱美在跟老李结婚之后，她变得非常富有，这也会让乔偶尔看见她，其实会有一点点不愉快，有一点小小的嫉妒，这非常真实。但是爱美的确是时常接近娘家，那对两家人来说，老李和爱美的结合可能是最合适不过了。马七一家需要爱美的资助，需要这个女儿给家里带来的物质支撑。对老李一家来讲，娶了一个知根知底的、教养非常好的小姐，那可真是称心如意的事儿。那么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说，那乔怎么办呢？乔无疑是整本小说里最重要，也是性格最鲜明的角色。我们要来重点的说一说乔的故事。小妇人的魅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对女性巨大的鼓舞，而这种鼓舞集中的体现在乔的身上。因为乔是最不符合传统社会对女孩想象的，对吧？你看她中性，到现在都有人不能接受。然后她比较得野气，那野生勃勃，不被定义，不被束缚。她超越规矩，她不想结婚。在乔身上，我们能看到一个女性超出时代的非常先锋的那一面。况且那可是一个150年前的女子，你会觉得跟我们现代人中身边的某些人是一样的，所以她非常的前卫。乔从来不理解为什么男孩要和女孩不一样，女孩就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参加舞会，然后嫁人，这实在太不酷了。而男孩呢，他们可以干所有想干的事，所以乔是非常追逐自身梦想的。
他一定要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，而不愿意被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观点左右。这其实就是作者奥尔科特本身的想法。奥尔科特终生未嫁，乔就是他的化身出现在这本书里。那从故事一开始，乔就表现出了对婚姻毫无兴趣。他的姐姐梅格结婚的时候，乔就只是叹气。他说：“天哪，我们真是一下子就长大了。”梅格结婚了，当了妈妈，艾美在巴黎逍遥快活，贝斯陷入爱河，只有我还保持着足够的理智，没有陷入这些麻烦事。乔觉得谈恋爱结婚真麻烦，女人还要生孩子，负担也太重了吧。他会觉得只有自己专心于事业，专心于写作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也是自己最应该做的事儿。再回到乔所生活的时代，当时的文学环境，或者说现在也还是这样，周围的人都觉得一个女人如果不嫁人，那就是不完整的，对吧？这个声音到现在还有吗？所以当奥尔科特写了《小妇人》之后，他接到了很多读者来信，人们永远在追问，那么乔究竟跟谁在一起了？乔和谁结婚了呢？当时《小妇人》的读者们就强烈的要求，一定要让乔嫁给邻居男孩老李。奥尔科特非常生气，他看完这些信之后，也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对着干。可他在日记里面写，女孩们来信问，小妇人嫁给了谁？似乎这是一个女人一生唯一的目标和结局。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把乔嫁给老李，说到做到。奥尔科特就是没有让乔跟老李结婚，可是他照样没有办法让乔不结婚，就像真实生活中的自己一样。迫于出版商的压力，他在小说里让乔嫁给了一点也不浪漫的巴尔教授。这个巴尔教授又是谁呢？我们来看看巴尔和乔的故事。之前讲过，就是乔曾经去过一段时间的纽约，他要成全贝斯和老李，他逃跑了。那么在纽约的时候，他住在母亲的朋友科克太太家，给他的孩子当老师，再干点针线活。就在这里，乔遇到了一位长相古怪的先生。这个带着外国口音的先生很好心，就帮着乔把行李一路提上了3楼。然后科克太太听说这件事之后，就笑着说，准是巴尔教授，他总做这种事。科克太太说，巴尔教授来自柏林，非常博学，心肠又好，但是一贫如洗，他就靠授课养活自己，还有2个父母双亡的外甥。这个巴尔先生是个特别的人，起初乔非常不理解，为什么这里每个人都喜欢他，因为他既不富有也不伟大，既不年轻也不英俊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，都称不上魅力迷人、仪表堂堂或者才华横溢。对，巴尔跟老李比起来，那真的一点都不出众。可是大家就像喜欢一团温暖的火一样，愿意围坐在他的身边。巴尔教授很穷，但是他似乎总在给别人东西。他是个外国人，但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。他不太年轻了，可他快活得像个男孩。他相貌平平，甚至还有点古怪，但在很多人眼里他却是漂亮的，因为他有魅力。乔就常常观察他，试图找出这个人的魅力所在。最后乔会认为这是善良造就的奇迹。其实这是善良吗？当你对一个人看不透、猜不准的时候，你会对他有好奇心，而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人会吸引你，就像顺着一束光朝里走，你会靠他越来越近。就这样一点一点的，乔不知不觉的就被巴尔先生吸引了，他们2个人很快的熟悉起来。巴尔先生会抽空给乔上德语课，而在元旦的时候，巴尔先生送给乔一个新年礼物，那是一本精美的莎士比亚作品全集。你要知道，这叫懂得。如果乔要是一个喜欢钻石的女孩子，那送这本书对她来讲毫无价值。可是乔得到这礼物特别激动，他知道那是巴尔先生非常珍视的一本书，跟他的德语的圣经、柏拉图、荷马和米尔顿的作品一起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，然后经常接受乔的膜拜。所以那一天，巴尔先生会把这本连封皮都掉了的书拿下来，让乔看一下，上面已经写好了送给乔，还有一行：朋友弗里德里希·巴尔赠。你们能够想象得出乔有多么激动。就在乔离开纽约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他跟大家一一道别。那轮到巴尔先生的时候，乔就热情地说，先生，如果有朝一日你路过我们那儿，别忘了来看我好吗？要是忘了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，因为我想让大家都认识认识我的这位朋友。是吗？我应该来吗？巴尔低头看了看乔，脸上带着他从未见过的热切表情。对，就在这个分手的瞬间，乔并没有意识到，巴尔先生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。
那后来是巴尔先生先迈出了一步，他真的去了乔的家里拜访，然后家人们发现乔慢慢的变了。每个人都彻底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是他们从来不拆穿乔，不问他为什么你干活的时候要唱歌，为什么一天要梳3次头，为什么傍晚后那样容光焕发。乔是不肯承认这是爱，可是在巴尔教授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乔追了出去，两个人在雨中打着一把伞，走在泥泞的路上，乔使劲地眨着眼，他忍不住哭了。巴尔先生看到了他脸上的泪珠，就突然俯下身，意味深长地问：亲爱的，你怎么哭了？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。什么事呢？那就是爱。那究竟是什么事呢？他就压抑不住，哭得更厉害了，然后毫无尊严地说：因为你要走了。巴尔先生就嚷嚷起来：天哪，真是棒极了！瞧，除了很多很多爱，我没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给你。我来这儿就是想知道你是否在乎我的爱。我等了这么久，也是想确定自己是否能比朋友更进一步。我真的可以吗？你愿意在心里为老弗里茨留一个小小的位置吗？巴尔先生确信乔的心里面是有他的，虽然这个姑娘并不知道爱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她真诚、简单又善良，两个人心意相通。最后，乔接受了巴尔先生。他说：我很高兴你穷，我无法忍受有钱的丈夫。接着又柔声地补充道：别害怕贫穷，我已经尝尽贫穷的滋味，早就不怕它了。能为所爱的人做点事，我很高兴。别说自己老，我从来不觉得你老，哪怕你已经70岁，我也忍不住爱上你。所以原著的结局是大团圆型的，巴尔先生开了一所学校，而所有的姐妹们又重新生活在一起，都结婚了，新的大家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那这是作者的本意吗？在不同的影视剧的改编版本中，乔的结局天差地别，这就是人们不同的看法，它也反映着不同的时代人们观念的变化。所以只有了解了这么多的背景，了解了作者，了解了小妇人里面的变化，我们才会知道这本书并不仅仅是甜蜜和光明的。如果只有这些，它就不能成为经典了。这部书里还有一些身为女人才知道的丑陋的小秘密，它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有价值。那我们就来讲讲作者和他的秘密。那作为自己的原型，奥尔科特原本是不想让乔结婚的，这和他自己的经历密切相关。奥尔科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？她出生在1832年，她在波士顿和康科德长大。那家里头就有4个姐妹，所以她就说，我写的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，除了我们家里的姐妹们，我也不认识别人。那父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所以姐妹们感情很深。奥尔科特的父亲和小说中的马奇先生一样，他在家中是做甩手掌柜的。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是俱乐部的成员。那这个俱乐部是干什么的呢？我就说说其他成员，包括爱默生、梭罗等等。你一听就发现好高端。这些人既是作家，又是哲学家。比如梭罗到瓦尔登湖去，对吧？住在那里体验了很多，而且他终身没有结婚。他们是进步教育的先驱，相信一个人一定要实现自我价值，这样胜过现代人无意义的忙碌。那奥尔科特就在观察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朋友们，他发现比如爱默生名气那么大，可是他更愿意亲近自然，更愿意思考生存的问题和生活的意义。而梭罗更加是在瓦尔登湖隐居了2年，他自力更生，他远离人群。那路易莎很早就决定，人只有这样过才是更有价值的，而女人和男人可以同样平等，所以他立誓不结婚。那么当出版商提议说，奥尔科特，你来写一本和女孩子有关的书吧，他毫无兴趣。可是出版社的编辑坚持要他写这个故事。那决定动笔之后，奥尔科特就夜以继日的写作，只用了10个星期，就把这么厚的一部小妇人写完了。4个月后，小妇人就出版了，他迅速成为了畅销书，就让奥尔科特变成了一个富有的名人。那我们现在拿到的小妇人其实是2本书合在一起的。奥尔科特在第1本书里只写到约翰向大姐梅格求婚，这就结束了。那后面又补了第2本续集，叫好妻子。这2本书合起来才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小妇人。那也就是在好妻子这本书里，这是一本续集。奥尔科特迫于出版社和读者的压力，不得不为乔安排了结婚。他说我不敢拒绝，于是一反常态，为他安排了一场搞笑的婚姻。他说我受够了人们说爱情是女人所需的一切，所以他让乔嫁给了巴尔教授。
明显她自己也并不是很喜欢这个男人，而且在《小妇人》这部书里，所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是蛋糕上的樱桃，哪怕是男主角老李，戏份也非常的少，一闪而过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女性，你的家庭里面有一个成长中的女儿，我特别想要说的是，无论遇到什么，有多幸运，《小妇人》这本书都会提醒大家，女人有工作和有爱好非常有必要。那意味着什么呢？你是一个有创造力、有成就感的人，不要把安全感放在别人身上。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女性，有杰出的天赋和头脑，却困在厨房和爱里，把自己封锁在家庭内部，后来慢慢的就跟社会脱节，慢慢的自己就枯萎了，然后看不到广阔的天地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